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米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经济危机？房子卖不掉，车子卖越多亏越惨，社保居然在打折促销，转基因食品成了特供级禁区，现在连飞行的硫酸都闯进北方城市。这不是5条独立的新闻，而是一场正在蔓延的信任崩盘。当老百姓买不起房，开不起车，缴不起社保，吃饭都得看标签，这个国家的问题早已不是经济，而是信任。而这场崩盘现在才刚开始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曾经价值超过400万亿人民币的超级产业，如今竟然面临雪崩式崩盘，房子盖了却卖不出去，钱借不到，债却堆成山。中国房地产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，融资已降到历史新低。今年第3季度，中国房企的融资金额比去年同期骤降 35%， 整个前3季的融资也掉了 30%， 几乎创下历史新低。特别是民营房企情况更糟，要借钱难，就算借到，利息也是国企的2倍以上，民企平均融资成本高达 5.4%， 而国企却可以降低一半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企业连借钱还债这条路都被堵住了。更糟的是，就在房企融资暴跌的同时，偿债高峰期也正好撞上了。2025年，整个房地产业要偿还的债务高达5257亿元，比去年还多将近 9%。光是第3季就要还债将近1600亿元，压力山大。更无奈的是，很多企业之前借新还旧的操作也行不通了，现在只能硬着头皮还钱，否则就是违约、倒闭、下市。北京政府虽然取消了部分限购政策，但5环外的房价却跌了 30% 以上，有些郊区甚至跌了 50% 至 60%。这说明什么？市场不行了。现在房产库存多到什么程度？根据推算，如果照现在的销售速度不变，要到2050年才能卖完。买房的人变少，投资热情降温，开发商盖好房子就想赶快卖掉跑路，根本不敢再扩张投资。这不是一个小低谷，而是长期的深层结构性问题。而且大批房企已经倒下，根据统计，从2021年危机爆发至今，已经有77家房企违约，30家退市，能完成债务重组的不到20家。当局曾经试图让地方政府或国企收烂尾楼，但成效不大，因为根本问题不是房子卖不出去，而是买不起，也不想买。这场风暴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，更是一场信心崩溃。就是这样，专家还警告，还没到底。中国经济学家向松作早在2011年就曾警告，中国房地产不能这么搞。如今他的预测一语成谶，他直言这场危机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，要止跌回稳，少则3年，多则5年。他甚至预测房地产市值可能会跌掉一半，这代表的不只是数字，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组和震荡。当房地产不再是万能提款机，中国的经济转型又该走向哪里？你觉得中国房地产真的还能挺过这一波吗？说了房子，再来说汽车，你能想象吗？如今汽车卖得越多，反而亏得越惨。在中国，这不是一个玩笑，而是真实发生的现实。2025年汽车市场热闹背后藏着巨大的崩溃危机，经销商正在大量亏损，资金链断裂，甚至快要活不下去了。中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10月7号发文，点破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中国汽车市场正陷入卖得越多，亏得越多的困局。表面上车市热闹非凡，新车不断推出，但背后经销商的现金流已经捉襟见肘，现金周转几乎撑不下去了。崔东树说，目前经销商面临2大杀手级难题：第一，消费疲软，车库爆满，车子一辆辆堆在库存里，没人买，钱却一直压在货上。为了活下去，经销商只能不断降价打折，甚至贴钱卖车。第二，价格战打到失控，汽车品牌为了争抢市场互相厮杀，
价格一砍再砍，导致进销倒挂，卖一台车亏一笔钱。所以越是努力推销，亏损就越大，这是一场令人窒息的逆向循环。更可怕的是，资金链一拉警报，这场亏损并不只是数字上的损失，而是现金流的死亡信号。很多经销商现在的资金只能维持短短几周甚至几天的营运，如果融资无法续上，或者再来一次价格战，他们可能就会直接破产关门。而且这已经不是单一企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危机。传统燃油车市场也在迅速萎缩。根据统计，今年传统车经销商有近60%亏损，新能源车渗透率虽然突破50%，但新能源并不是一夜暴富的保证，反而要投资更多，培训更多，还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品牌竞争。而现在的中古车市场也没撑起经销商的利润。整体来说，无论新车旧车，大家都在亏，毛利狂跌，龙头也撑不住。整体汽车经销商的净利润率从2019年的 2% 一路掉到2024年的0%，2025年更直接掉到负 2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是年销数万台的龙头级经销商，也出现了亏损，不是经营不善，而是整个行业结构出了问题。专家呼吁当局赶快推出阶段性金融纾困政策，例如给经销商更多贷款支持，进行风险缓冲，让资金链不要马上崩断。但就算短期救得了资金，结构性问题怎么办？市场供过于求，新能源转型问题，或者说整个中国消费信心才是问题的根源。想象一下，你原本是企业老板，手下上百名员工，或者是一家工厂的熟练技术员，或者小店老板。一场疫情或一波裁员后，你成了网约车司机，接单载客，撑起一家人的生活。这正是中国现实中千万人正在经历的故事。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，全中国的网约车司机有高达 77%是因为失业才转行来跑车的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里面有超过60%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。这些人原本曾在制造业、建筑业或自己开店创业，年龄平均也已经将近40岁。报告中提到了一位40岁的网约车司机李家荣，他原是广东惠州一家五金厂的老板，厂里有上百名工人，但因为疫情清零政策，工厂被迫关门，他也一夕之间从老板变成司机。他无奈地说，能做什么呢？车子是贷款买的，还要还房贷，家里还有老人小孩要养。你打开网络，会看到大量类似的视频，被裁员的中年人开车接单，倒闭的小老板跑外送，还有拿着硕士、博士学历的人在深夜的街头送餐。今天在中国，送外卖和网约车已经变成失业后的最后选择，而成了经济寒冬下生存的最后防线。在网络上有人嘲讽，在中国的外卖行业已经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了，听起来好笑，但背后的苦楚只有当事人知道。这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什么？这些人不是懒，不是不努力，他们有过工作，有专业，有事业，而他们的行业没了，工厂没了，机会没了，这是整体经济的转变和收缩。企业倒闭，制造外移，内需疲弱，这些深层问题才是让数百万人灵活就业的真正推手。当社会的中坚力量被迫转行、转身、转命运，我们该问的是，下一步该往哪里走？11长假结束了，双11就要到了，网上已经开始出现一堆降价、限时抢购的广告了，对吧？可你想过有一天连社保都要开始打75折限量抢购了吗？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这回连缴社保都要靠促销活动来吸引大家了。可问题是，当一项本该保障未来的制度得靠打折才能推动，这代表了什么？我们来聊聊这场社保促销潮背后那些真正值得担心的事。据南方周末报道，从9月以来，全国已经有超过15个省份推出社保补贴政策，针对特定行业和重点人群，补贴社保个人缴费额的 25%， 相当于给社保打了个75折。对象是谁？包括制造业、生活服务业、应届毕业生、长期失业者
和返贫监测对象，听起来很暖心，很积极，对吧？不补企业，直接补个人，看起来是为老百姓着想。但等等，对于真正最缺水的甘地，也就是灵活就业者们来说，这场补贴雨却一滴没落到他们头上。他们就是送外卖的、跑网约车的和其他自由职业者，这些人每个月要独自负担几千元的社保费，结果1毛补贴也没拿到。所以你说他暖心，但暖的不是所有人。而且更妙的是，补贴怎么领？有些地区是先缴后补，意思是你得先自己掏钱把社保全额交了，然后再等政府补贴。更尴尬的是，有的地方还是先补给企业，再由企业转交给员工。说白了，明明可以直接发给老百姓的补贴，非得绕个大圈，还要让企业过一手。技术上能不能做到点对点发钱？当然能啊！社保系统里不是早就有个人账户吗？社保补贴的钱从哪儿来？根据政策设计，一半中央出，一半地方出。可问题是，地方财政本来就紧张，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要拖延，你再让他出补贴，能否做到？谁也说不准。如果只是短期政策，那吸引来的人潮，明年很可能就全跑光了。要搞懂这场补贴潮的真正背景，得说到一件事：最高法发布的一项司法解释，简单说就是，只要企业没给员工缴社保，员工可以单方面不附条件的追讨。这条一出，等于把企业常见的那种不缴社保、多发点到手工资的默契彻底打破了。逃社保成本变高了，变成法律雷区了。企业也不是不想合规，但问题是，合规的成本谁来承担？对策就是员工薪资变少，企业少招人。因此，补贴政策其实就像一剂止痛药，在法律强推合规社保的背景下，给企业和员工减压的。实质上，这波社保改革其实就是两手策略，一手司法堵漏洞，逼企业合规缴社保，另一手财政发点糖，补贴员工，安抚民心。整体来说，是一场政策组合拳。但让人担心的是，当社保必须靠打折促销才能推行时，真正该担心的恐怕不是钱，而是对制度本身的信任感。社保应该保障的是未来，可当它的实施需要靠限时折扣、限量补贴，甚至还要企业代发，你说它还是为了你着想吗？还是只是为了制度能继续跑下去呢？说完了社保，我们来看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饮食。你会发现，这年头连吃口饭都变成了政治选择。最近，中国官方再次发文强调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，不容置疑，还严厉打击网络上的质疑声音。一位网民因发表转基因导致不孕的言论，账号被注销，本人被约谈。可问题是，如果真安全，为什么还要封别人的嘴？如果真没问题，为什么还有人特供非转基因食物呢？中国质量报10月1号发表声明，把网传转基因导致不孕等说法定为谣言，并公布官方约谈处理结果。但神奇的是，他一边说没问题，一边却依然明文规定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只能作为饲料使用，禁止进入食物链。这种自打嘴巴的做法，能证明它安全吗？官方停转基因食品的声音一出，网民评论区瞬间炸锅，有的说谁爱吃谁吃，别强迫我吃。有的问特供的月饼里怎么没有科技狠活呀？还有的更直接，说如果真安全，领导先吃。民众反的恐怕不是转基因本身，而是人民能不能有选择的权利，能不能知道我到底吃了什么。北京农林科学院学者汪新汉说得很直接，商业化转基因食品目前没发现致命风险，但科学从来没有终极定论。他强调，争议的焦点不在于科学，而在于资讯不对称和选择权缺失。所以人们讨论的关键点是，我有权知道我吃的到底是什么。有意思的是，根据法律，误标转基因食品会触犯多条法规，最高甚至判刑10年以上。可你不是说它安全吗？为什么还要这么严厉防范它呢？最让人觉得好笑又无力的是这件事，一份北京人民大会堂特供月饼的成分表曝光，里面完全没有转基因原料，网民直接嘲讽，没有科技狠活，放心了。
奥运村、机关食堂都不用转基因，那老百姓吃的是啥？这场转基因风波其实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转变成一场制度信任危机。20年前，网上就流传过转基因治不育的故事，当时官方火速否认。今天那些故事又回来了，还是一样流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能封住人言，但封不住人们的焦虑。你给不了真正的答案，而只给一种声音。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上万点赞：科学没问题，但我能不能有不吃的权利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直接关乎健康的不得不关注的事件。通常局限在南方的毒虫隐翅虫正在入侵中国北方，它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，毒液强酸性，会烧坏皮肤，留下疤痕，甚至有毁容风险。据大河报10月6号报道，近期河南多地已经爆出隐翅虫入侵的案例。在洛阳一个建筑工地，40-50米高的脚手架上密密麻麻爬满了红黑色的隐翅虫。一名女孩脖子不慎接触毒液，导致红肿溃烂，伤口超过25天都没完全好。许多市民发现家中、卧室甚至23楼高层住宅都有隐翅虫出没。隐翅虫是一种小型昆虫，身长约4到5.5毫米，看起来像小甲虫，但它体内藏有剧毒。它释放的毒液叫隐翅虫素，是一种强酸性毒素，不是咬你、蛰你，是当你把它拍死后，毒素溅到皮肤上才中招。毒液一旦接触皮肤，会造成线性红斑、水泡、灼伤感，甚至永久疤痕。有人拍完之后不洗手，揉了眼睛、眼周、脸部同时中毒。专家警告：别拍、别摸、别抹。隐翅虫原本活跃在南方地区，但现在湖南、海南、河北、河南、北京23楼住宅都发现了，济南、天津也出现个案。专家指出，高温潮湿的环境加城市夜间光源吸引，让隐翅虫加速繁殖扩散。武汉第3医院表示，今年夏天光是他们一间医院，隐翅虫皮炎患者就比去年暴增3倍以上。而这些虫白天活动，晚上趋光，你家灯亮就是它的导航灯。如何预防呢？如果你看到一只疑似隐翅虫，请记住不拍、不捏、不揉。正确做法是用纸巾轻轻夹起，或让它自行爬走。接触后立刻用大量清水加肥皂清洗。若皮肤红肿、灼痛、起泡，尽早就医。隐翅虫为什么突然这么多？人为改变环境，是不是也改变了生物链？今天是隐翅虫，明天会是什么？城市越来越热，越来越湿，光害越来越重，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正在滋养出越来越多的毒生物。请分享这支影片给你身边的人，让更多人学会识别和防范这个飞行的硫酸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